Mi español no es muy bueno, pero les hablaré un poco. México para mí es un país hermoso, misterioso y a la vez peligroso. No puedo entrar en detalles en este video. 好吧，我并不善于讲西班牙语。墨西哥对我来说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国家。我们经常在新闻中听说过各种关于毒贩、人口贩卖、黑帮这种比较恐怖的新闻，但是如果让我具体说出墨西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其实一开始我并不知道。经过我和一些墨西哥朋友的交流，并开始深入了解这个国家之后，我发现这个国家有着其独有的魅力和风情。Hola, de Doso Alex， 我是一个几乎没有人知道的游戏主播。今天让我们继续不务正业，带你们走进美洲大陆，去拜访这个中北美洲大国墨西哥。Night Geography Time。 墨西哥全称墨西哥合众国，独立于1810年9月16日，国旗是墨西哥合众国国旗，有3种颜色，其中绿色象征独立和希望，白色象征和平和宗教信仰，红色象征国家的统一。中间的部分就是墨西哥的国徽图案，为一只嘴里叼着蛇的雄鹰伫立在一颗从湖中的岩石里长出的仙人掌上。这个图案源自一个墨西哥古老的历史传说，下方为象征力量、忠诚及和平的橡树和月桂树叶。国歌的官方名称是墨西哥国歌，但是这首歌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墨西哥人响应战争召唤。地理位置位于北美洲南部，北边是美国，南边与危地马拉和伯利兹接壤，西边是太平洋，东边是墨西哥湾，首都是墨西哥城，也是墨西哥最大的城市。这里有墨西哥乃至拉丁美洲最繁忙的机场——墨西哥城国际机场。第2大城市是蒙特雷，第3大城市是瓜达拉哈拉，第4大城市是普埃布拉，第5大城市是托卢卡。这些大城市的周围一般都会围绕一些相互密切互动的一组城市，并被称为都会区，比如大墨西哥城都会区、蒙特雷都会区、瓜达拉哈拉都会区等，和美国的城市布局非常的相似。第1大港口位于墨西哥东南的港市曼萨尼约，该港口年货运通过能力达到1300万吨，政治体制是联邦总统制，宪政共和国，现任总统是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是墨西哥的第73任总统，在65岁当选，也是该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就任总统。总人口是 1.32 亿，排名世界第10，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7人。2022年全国总 GDP 为 2.92 万亿美元，人均 GDP 为22440美元。墨西哥联邦各州是自由的、主权的、自治的和相互独立的。全国由31个州和墨西哥城共32个联邦组成，每个州都有其独立的议会和宪法，可以根据自己的法律自由管理，也造成了不同州之间的法律完全不同。比如女性最低合法性行为年龄，有些州是14岁，有的是12岁，还有的反正除了美国之外，我真的找不到任何一个和墨西哥在法律上类似的国家，只能说美国真是个好邻居。墨西哥的时区独特且复杂，共分为4个时区，分别是东南时区、中部时区、太平洋时区和西北时区。其中只有中部时区、西北时区和位于太平洋时区奇瓦瓦州北部的一些城镇采取夏令时制度。今年墨西哥的夏令时实施时间是2022年4月30日到2022年10月30日，其他的时区则采取一般的时间制度。官方货币是墨西哥比索，道路通行先有行驶，国际电话区号是+52，互联网顶级域名是.mx，
电源插头是两角扁形或两角扁加圆形接地角，家用电源电压是120伏60赫兹。墨西哥除了复杂的政治环境，另一个代名词当然就是其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和多种多样的气候条件。2021年的微软竞速游戏大作《极限竞速：地平线5》就是以墨西哥为游戏背景。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深入了解这个部分。Physical geography. 墨西哥位于北纬14到33度及西经86到119度之间，地理位置属于北美洲南部或中美洲北部，总面积约为196.4万平方公里，东西长约3000公里，南北长约2000公里，陆地边界线长约4263公里，海岸线长约9330公里，地形基本呈纵向分布，东边是下加利福尼亚半岛、半岛山脉和加利福尼亚湾，中间部分是西马德雷山脉、墨西哥高原、东马德雷山脉，还有南部的南马德雷山脉，以及东部的特万佩特克地峡和尤卡坦半岛。全国85%的面积由高原和山脉组成，所以墨西哥也被誉为高原明珠。这些山脉也被认为是科迪勒拉山系的一部分。大部分城市都分布在靠近沿海或者海拔较低的区域，但是首都墨西哥城是个例外。这座城市建在墨西哥中部高原地区的中央，它在曾经是古阿斯特克人在特斯科科湖上建立的一座城市。因为城市地基大部分都是填在湖面上的松土，所以存在很严重的地面沉降问题，每年正以8厘米的速度下沉。由于地处北美板块、太平洋板块、科克斯板块和加勒比板块的交界处，是世界上地震和火山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全国总共有566座火山或火山岛，包括48座活火山，主要的火山都集中在跨墨西哥火山带上。这里是环太平洋火山带的一部分。山脉的最高点奥里萨巴山，海拔5636米，是墨西哥境内的第一高峰，也是北美洲第3高峰。它和波波卡佩特火山还有伊斯塔西瓦特尔火山相邻，这3座火山都是活火山，且距离首都墨西哥城都不远，是墨西哥著名的登山旅游景点。同时这个山系上还有一个奇怪的火山或者间歇泉，叫做 Guescomate， 高度只有13米，它被错误地认为是世界上最小的活火山。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属于间歇泉，但是还是立有这样一座纪念碑。当然这还是墨西哥一个非常可爱的景点。东部的尤卡坦半岛还发现了著名的西克苏鲁伯陨石坑，6500万年前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击了这里，是造成白垩纪第3纪恐龙灭绝事件的原因。墨西哥本土的河流和湖泊很少，河流走向基本上是从中间流向四周。境内最长的河流是莱尔马河，它形成了墨西哥最大的湖泊查帕拉湖。墨西哥实际上最长的河流是格兰德河，或者叫布拉沃河，是美国德克萨斯州和墨西哥的天然分界线。墨西哥根据纬度、地形等原因，气候非常多样。根据科本气候分类，全国可以被划分成12种气候，但是我在这里会将它简化。首先，北部和美国接壤的部分，这里的领土主要是半沙漠，可以分为干旱或半干旱气候。这里是墨西哥最干旱的地方，年降水量通常不高。西北部靠近美国圣地亚哥的西海岸地区是类地中海气候，夏季干燥炎热，冬季温和湿润。墨西哥中部的大部分地区是高原，多为湿润或者半湿润的亚热带气候，这里的全年温差较小，降雨量适中，是墨西哥最温和的区域。墨西哥南部主要是潮湿炎热的热带气候，这里有很多原始的热带雨林，全年炎热，年降水量十足。这些不同的气候条件也造成了墨西哥不同地区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生物特征，拥有超过20多万种不同的物种，在生物多样性方面排名世界第4，也有很多的自然保护区。比较知名的植物有仙人掌，墨西哥的国花，属于合成激素的重要原材料，龙舌兰，墨西哥鼠尾草，墨西哥鹿筋果，墨西哥柏木，厚叶金翅木，金龟树等。比较知名的动物有金雕，墨西哥国鸟，墨西哥盾口螈。知名的宠物墨西哥土拨鼠，美洲灰熊，墨西哥狼，帝王蝴蝶，北象鼻海豹，美洲豹等。
油气资源是墨西哥最重要的矿产资源，原油产量目前排名世界第12，在墨银、金、铜、铅、硅钙石、萤石、硅藻土等产量均位于世界前列。作为拉丁美洲最重要的经济体，墨西哥到底有哪些独特的民族和文化呢？ Ethnic language and culture. 墨西哥是拉丁美洲的第2人口大国，全国62%的人口是印欧混血儿，31%是印第安人，剩下的7%是欧洲人或其他民族。墨西哥没有官方语言，日常使用的语言主要是西班牙语，同时也是西班牙语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语言，每一个国家的口音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些不同，而且墨西哥的西班牙语在国内的不同地方也有着不同的口音，分为10种。我在这里就不做过多介绍了，我在下面给大家举几个只有墨西哥人才会用到的词汇，希望能对你的西语学习提供帮助。Esta chi, esta con, hazme palo, no te hagas pato, es la neta, no hay pedo。除了西班牙语之外，联邦政府还承认了68个语言群体和364种土著语言，它们零散地分布在墨西哥境内。这些语言的处境并不乐观，只有6%的人口还在说这些语言，很多语言也都面临彻底灭绝的风险。墨西哥国家土著语言研究所，简称 INALI， 正在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墨西哥是一个世俗国家，提倡宗教自由，主要宗教是基督教，包括罗马天主教和其他基督教，占据总人口的91%。墨西哥是世界上第2大的天主教社区，仅次于巴西。其他宗教和无神论者占据9%。国内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和基督教有关，最著名的节日当属亡灵节，也叫万灵节，是墨西哥人为亡灵祈福的日子。电影《生命之书》和《寻梦环游记》就是以万灵节为背景制作的动画电影。另外，复活节、圣诞节、万圣节、瓜达卢佩圣母节等都是墨西哥重要的节日。墨西哥的文化受到了很多土著和西班牙文化的影响，最好的体现就是在这些建筑和壁画上，如墨西哥城都主教座堂、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央图书馆、瓜达卢佩圣母教堂、墨西哥城艺术宫、库奥特莫克纪念碑、革命纪念塔等。当然，前哥伦布时期的建筑更为人们所熟知，这些建筑大多都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如奇琴伊察、特奥蒂瓦坎、乌斯马尔、科马尔卡尔可遗迹、帕伦克、50项巨石柱等。墨西哥的音乐和舞蹈在拉丁美洲甚至全世界都有着很高的影响力。国内有各种各样的音乐流派，主要的乐器如手风琴、吉他、竖琴、小号、马林巴、bajo sexto、Helena Halocha 等乐器，穿上传统的墨西哥服饰，搭配帽子舞、滑盘歌舞、芭蕾舞等舞蹈，演奏出独具一格的墨西哥风格。墨西哥的影视产业主宰了拉丁美洲，拥有庞大的电影产业链。瓜达拉哈拉国际电影节也是拉丁美洲最知名的电影节，知名作品有《罗马》、《墨西哥人》、《冒牌家庭》、《落水姻缘》等。知名的艺人有安吉拉·阿吉拉尔、塞琳娜·戈麦斯、欧亨尼奥·德伯兹、泰诺克·沃尔塔、艾莎·冈萨雷斯等。墨西哥国内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是足球，国内既有美洲、蓝十字、蒙特雷这样的足球豪门，也诞生了奥乔亚、哈维尔、埃尔南德斯、劳尔、西门尼斯这种足球巨星。另外，墨西哥摔跤、棒球、赛车、橄榄球、篮球、冰球等运动也在墨西哥十分流行。知名的运动员有塞尔吉奥·佩雷兹、玛利亚·埃斯皮诺萨、卡内洛、阿尔瓦雷斯等。墨西哥的美食发源于玛雅人和奥尔梅克人，并结合了西班牙的特色，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的食物包括玉米、南瓜、火鸡、龙舌兰、牛油果、奇亚籽、西红柿、地瓜、仙人掌、辣椒等美洲特色食品。
再制作成塔可、墨西哥卷饼、茉莉酱、墨西哥粽、墨西哥烤肉、龙舌兰酒等美食。总的来说，墨西哥独特的文化和它那段神秘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墨西哥的历史。Historical origin development. 墨西哥最早有人类出现，大约是3万到4万年前，公元前7000到5000年左右。这里的人开始以玉米作为食物，开始了农业革命，并且在后来出现了部落和文明。最早的文明出现在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900年，奥尔梅克文明诞生。他们喜欢建造巨大的头，然后在公元前300年又诞生了著名的玛雅文明。同时期的墨西哥中部还有特奥蒂瓦坎文明，这段时期被称为古典时期。随着时间的流逝，古典世界开始瓦解，特奥瓦蒂坎市在公元750年左右被烧毁。公元800年到1000年，托尔特克文明出现，在图拉建立首都。公元15到16世纪，阿兹特克人开始崛起，并且在1428年建立了阿兹特克王国，这是当时中美洲最强大的帝国，也在特斯科湖上建立了一座新城市特诺奇蒂特兰，也就是后来的墨西哥城。但是好景不长，公元1519年，西班牙入侵墨西哥。1521年，特诺奇蒂特兰被埃尔南科尔特斯征服。跟随西班牙人到来的还有各种疾病，如天花、流感、鼠疫、麻疹等疾病，造成了800万当地人的死亡。此后，墨西哥开启了长达300年的殖民时期。西班牙人把墨西哥称为新西班牙，在墨西哥北部也发现了很多银矿，成为了西班牙帝国主要的财富来源。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移民至此，期间墨西哥开始了种族文化上的融合，诞生了现在的墨西哥人。后来，随着西班牙帝国的衰落，以及拿破仑在1808年占领西班牙，1810年9月16日，墨西哥独立，又经历了11年的独立战争，终于在1821年9月27日签订了科尔多瓦条约，墨西哥正式独立。接下来，墨西哥先是经历了短暂的墨西哥第一帝国，后来又废除了君主立宪制，以美国宪法为蓝本，成立了联邦制国家墨西哥合众国。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墨西哥和美国的法律如此相似的原因。德克萨斯州在1836年发生叛乱，后来又演变成了和美国爆发的美墨战争，墨西哥城被占领，战争以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签订而结束，墨西哥割让了北部大部分的领土，变成了现在墨西哥的疆域。此后，墨西哥尝试进行改革，驱逐了保守派的圣安娜，自由派伊格纳西奥·科蒙福特上台。法国也曾经多次干预墨西哥的内政，但都以失败告终。最终，墨西哥改革成功，并完全世俗化。1876年，波菲里奥·迪亚斯上台，墨西哥进入了一段相对繁荣的时期，但是迪亚斯也变成了一个独裁者，造成了10年的革命。虽然后来推翻了迪亚斯，但是也让墨西哥陷入了60多年的混乱，也在不断的改革过程中迎来了现代化。2战之后，墨西哥进入了高速的经济增长时期，国内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引进外资企业，加速城市化发展，大力发展制造业，逐步摆脱对进口商品的依赖。这段时期在后来也被称为墨西哥奇迹。70年代左右，墨西哥遭遇了经济危机，货币贬值。1985年发生的墨西哥城地震更是让墨西哥的经济雪上加霜。但是在加入北美自贸区之后，凭借出口贸易，墨西哥度过了这场危机。墨西哥的支柱产业是农业，另外在电子工业、汽车工业等领域都位于世界的前列。国内有着拉丁美洲最一流的教育机构，全民识字率很高，顶尖的学院如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蒙特雷科技大学，培养了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因为 Alex 的嗓子正在痛苦地对抗 COVID， 所以这一部分将由我小鸭来讲述。墨西哥的地理位置和美国接近，加上上世纪90年代哥伦比亚贩毒集团衰落，墨西哥已经主导了美国的毒品市场。各个贩毒集团也在为争夺对于毒品走私的控制权，在国内引发了很多的暴力冲突，造成了墨西哥国内严重的治安问题。2006年到2019年，墨西哥展开了长达10年的禁毒战争。
政府在2019年成立了国民警卫队，专门打击毒品犯罪，但是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无法根除，已经造成了超过12万人死亡，也严重影响了现如今墨西哥的国际声誉。但是这并不妨碍墨西哥在国际上拥有众多的朋友。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部分。International political relations. 墨西哥的外交政策充分体现了这个国家包容和开放的理念，正如中国外交部在对墨西哥外交政策的评价。小雅，墨西哥长期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主张维护国家主权与独立，尊重民族自决权，推行对外关系多元化，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美国是墨西哥最亲近的国家，虽然历史上两国曾经产生过很多冲突和战争，双方也在移民问题还有边境墙的处理上存在争议，但是美国是墨西哥最大的贸易伙伴，墨西哥有将近3/4的出口贸易都是和美国进行的。美墨边境是全世界最繁忙的边界，每年平均有3.5亿人次合法通过两国边界。在圣地亚哥和提华纳的边界上有一座友谊公园，两国的家人可以隔着铁丝栏杆和栅栏进行短暂的交流。美国有将近1000万的墨西哥移民，也有100多万的美国人住在墨西哥。两国在军事上也有一些合作，比如在2011年，墨西哥军队加入了美国干预利比亚的内战。加拿大是第一个和墨西哥签署自贸协议的国家。协议生效后，两国在航空、农业、汽车和电子产品有着频繁的贸易，也在旅游、能源、文化、气候变化等方面进行深度的合作。日本是墨西哥第一个亚洲伙伴，两国的外交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中叶，双边的贸易主要集中在农产品和汽车行业上。日本在墨西哥投资建造了很多工厂，而且两国都是地震频发的国家，所以在面临自然灾害时会互相提供帮助。因为都有共同的母语，墨西哥和西班牙语国家都保持着很亲密的关系，和哥伦比亚、智利、秘鲁等拉丁美洲国家还有欧盟等国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中国是墨西哥的第2大贸易伙伴，中国向墨西哥出口电子产品、服装、汽车零件等，在墨西哥进行加工。墨西哥城的唐人街和墨西卡利的拉齐内斯卡是墨西哥2个最大的华人社区。墨西哥也加入了美洲国家组织、20国集团、不结盟运动、伊比利亚美洲国家组织、拉美竞合组织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Summary of the problem dispute. 首先，每一个生物多样性大国都会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森林破坏和环境污染。墨西哥的森林流失速度一度上升到世界第2，同时存在因气候变化引起的荒漠化，造成了严重的土壤侵蚀。其中，当属墨西哥城的环境污染最为严重，工厂的排放污染了大部分的地下水系统，使得墨西哥城居民的血液当中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还有自来水供应不足，也严重破坏了周围的生态环境。但是近年来，墨西哥正在努力改善这种情况，并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这种清洁能源。其次，墨西哥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国内有将近1/3的人口没有正式的工作，同时面临劳动时间过长、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也间接造成了人口贩卖、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这种情况在现在虽然有所改善，但是难免会让去墨西哥旅游的人提心吊胆。另外，在教育、饮食健康、住房、医疗等方面，政府都面临了不少的难题。当然，我自己对于墨西哥的认知还是有限的，我会在未来通过视频电话或者其他形式联系我的墨西哥朋友，让他们来解答我的这些问题。感谢收看我的这一视频，喜欢记得点赞订阅。最后，2023年也到了，我在这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能够顺顺利利，心想事成，少一些烦恼，多一些快乐。我是 Alex， 下期奇日地理时间，让我们回到亚洲，去认识我们的好邻居哈萨克斯坦。